国人同胞、各位媒体朋友，大家午安。今天上午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的所谓《告台湾同胞书》40周年的纪念谈话，提出了探索“一国两制”台湾方案等相关的内容。身为中华民国的总统，我要在此说明我们的立场。首先，我必须要郑重地指出，我们始终未接受9·2共识，根本的原因就是北京当局所定义的9·2共识，其实就是一个中国、一国两制。今天对岸领导人的谈话证实了我们的疑虑。在这里，我要重申，台湾绝不会接受一国两制，绝大多数台湾民意也坚决反对一国两制，而这也是台湾共识。其次，我们愿意坐下来谈，但作为民主国家，凡是涉及两岸间的政治协商、谈判，都必须经过台湾人民的授权与监督，并且经由两岸的政府来以政府对政府的模式来进行。在这个原则之下，没有任何人、任何团体有权利代表台湾人民去进行政治协商。两岸关系的发展，我在昨天的新年的谈话说得很清楚，那就是中国必须正视中华民国台湾的存在的事实，而不是否定台湾人民共同建立的民主国家的体制。第二，必须尊重2300万人民对自由民主的坚持，而不是以分化利用的方式介入台湾人民的选择。第三，必须以和平对等的方式来处理双方之间的歧义，而不是用打压、威吓，企图让台湾人屈服。第四，必须是政府或政府所授权的公权力机构坐下来谈。任何没有经过人民授权监督的政治协商，都不能称作是民主的协商。这就是台湾的立场，就是民主的立场。我们愿意在巩固民主以及强化国家安全的基础上，进行有秩序、健康的两岸交流。我也要重申，国内急需要建立两岸交流的3道防护网，也就是民生安全、资讯安全以及制度化的民主监督机制。两岸经贸应该是互惠互利、共荣发展，但我们反对北京以利中为核心，以利用及吸引台湾技术、资本及人才走进中国大陆的经济统战。我们将全力推动壮大台湾的各项策略跟措施，巩固以台湾为主体、台湾优先的经济发展的路线。过去2年来，台湾善尽区域成员的义务，积极贡献于两岸及区域的和平稳定。我们不挑衅，但坚持原则。我们饱受各种的打压，但我们从未放弃对两岸关系的基本的立场跟承诺。我要提醒北京当局，大国必须要有大国的格局、大国的责任。国际社会也正在看着中国能不能有所改变，成为受到信任的伙伴。4个必须，正是两岸关系能否朝向正面发展最基本也最关键的基础。所谓的心灵契合，应该是建立在彼此的相互尊重与理解，建立在两岸政府务实处理有关人民福祉的问题上，例如眼前我们10万火急的猪瘟的疫情，施压国际企业涂改台湾的名声，不会带来心灵契合；买走台湾的邦交国，也不会带来心灵契合；军机、军舰的绕台，更不会带来心灵契合。最后，我要重申，9合1地方选举的结果
绝不代表台湾基层的民意要放弃主权，也不代表在台湾主体性的问题上做出了退让。民主价值是台湾人民所珍惜的价值与生活。我们也呼吁中国勇敢地踏出民主的脚步，也唯有如此，才能真正理解台湾人的想法与坚持。谢谢大家。